很多人由于压力过大、饮食不规律，再加上长期不运动，很容易导致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这样对身体健康呢非常的不利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保护血管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膝盖微微弯曲，然后用双手按住两腿的膝盖，先顺时针转动20圈，再逆时针转动20圈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，在身体站直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呢顺时针、逆时针各转动腰部20圈。这一整个动作做完，能够增强腿部和腰部肌肉力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疏通堵塞的血管，还能够帮助保养肾脏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让血管更加年轻哦。想要保护血管，还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茶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血管弹性，不仅能保持血管的健康，还能够延长寿命，有助于身体养。最近我妈也不知道抽啥风，天天呀不是木耳炒鸡蛋、木耳炒白菜，就是洋葱炒鸡蛋。最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敢不敢换个菜？”我妈说：“那就洋葱炒木耳吧。”我问我妈说：“最近是不是木耳和洋葱便宜呀？天天吃。”我妈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洋葱和木耳能通血管，你也应该多吃吃。”话是这么说，那啥玩意儿天天吃不腻呀？不过别着急，先来跟我学一招吧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呢抬起来，然后像这样来回的蹬。蹬一会儿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蹬就行，做5分钟左右。这样蹬腿呀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呢有帮助哦。这我得赶紧回去告诉我妈，那洋葱木耳啊可不能再天天吃了。那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？要记住啊，每天坚持才行哦。血管堵没堵呢？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摸一个地方。那摸哪里呢？那就是脚背了。如果呀能感受到脚背动脉的搏动，说明血管还很健康。若不同时间摸脚背动脉都比以前弱，或者搏动不对称，并且有脚部疼痛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想要血管通畅呢，再来教大家一个动作，特别简单，就是转脚踝和手腕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每次呢做个3到5分钟。这样做呀，能够让血液流通顺畅，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养护血管的作用。血管堵塞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是日积月累的。如果血管堵塞或者老化变硬，都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养护好血管。若想血管通畅，下面这3件事，希望你尽量避开。第一个，长期熬夜。熬夜一时爽，但后果却是造成血管收缩，血液变粘稠，增加血液里的垃圾和毒素。所以想要血管健康，最好不要熬夜。第二个，缺乏运动。有的人说我就是懒，就是不爱运动，可是长期不运动会造成血液循环变慢，身体还会发胖，增加血液的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所以多运动有助血管健康。第三个，饮食不健康。不健康的饮食是血管堵塞的罪魁祸首，经常吃高盐、高脂肪、高糖分的食物，容易使血液流动变慢，血液粘稠，给血管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哦。血管静人长寿，但是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，使血液中垃圾增多，导致血管堵塞，对健康不利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每天坚持做，有助血管畅通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趴在上面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叠放在额头下面，然后我们弯曲小腿，将双腿向上抬起，坚持3秒再落下。落下的时候，双腿不要着地。每次练习5分钟，每天早中晚各做1次。这个动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冲刷血液垃圾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的发生。那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大家还可以常喝苦荞茶。苦荞茶里含有硒元素、膳食纤维和芦丁，不仅可以软化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，还能缓解便秘，帮助身体排毒。所以经常喝一些苦荞茶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血管的健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由于不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有些人血管老化堵塞，影响身体健康。若想血管健康，下面3件事最好少做。
第一件事，熬夜。熬夜会影响内分泌和血液循环，时间长了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第二件事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久坐不运动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，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血管堵塞。第三件事，吃高油脂食物。这类食物吃多了会增加血液中的脂肪，不仅会造成身体肥胖，也会使血管堵塞。如果不想血管堵塞，平时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山楂。山楂中含有一种黄酮类物质，有软化血管、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。经常吃一点，可以延缓血管老化，保持血管通畅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属于粗粮，其中含有芦丁，也叫维生素 P， 有软化血管、改善微循环的作用。那经常吃也能够预防血管堵塞。说啊，如果家里的水管不注意清洁的话，是不是就被垃圾啊、杂质啥的堵住了？时间长了，是不是还会生锈？其实啊，我们的血管呢，就跟家里的水管似的，如果堵了，那对健康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呀。今天木子呢要教大家的就是可以养血管的动作，来跟我一起做吧。像我似的这样站好，然后把左脚抬起来，让右脚和右腿支撑身体，这样呢坚持一会儿。那手呢你就随便怎么放都行。再把右脚抬起来，这样天天的做5到10分钟。说白了呀，就是单脚站立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让血液循环的更快，能养护血管，让血管慢慢的更健康。血管健康了，到时候血栓都不敢来打扰你了。你们大家都知道吧，是3高之一。现在很多人都有血糖高的烦恼，血糖高会给身体带来很大影响，所以大家要时刻关注自己血糖的水平。那当血糖超标时，可能会有2个信号，大家别忽视了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如果血糖超标了，会导致眼睛晶状体渗透压出现异常，同时还会使眼睛出现供血不足，从而有视物模糊、眼前发黑的情况。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。信号2，频繁的口渴。如果你总是感觉到口渴，这也可能是血糖高的一种表现，因为血糖过高容易吸附体内的水分，这时就会有口渴的情况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要注意调节血糖。那上面的这2个信号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了，那得好好控制才行，要不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。那可以从饮食、运动、用药上着手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糖稳定。首先，我们找到地基穴，在小腿内侧内回尖和阴陵泉连线上，阴陵泉下3寸4横指的地方。地基穴属于足太阴脾经。找到之后，我们可以用左右脚的脚后跟分别的蹬地基穴，每次蹬3到5分钟。经常这样蹬地基穴，对胰腺有帮助，可以调节新陈代谢和胰岛素分泌，还能够疏通脾经，对血糖的稳定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血糖高的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运动，保证睡眠充足，最好清淡饮食，这样有助平稳血糖哦。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说2个血糖高饭后会有的表现。第一个，饭后还容易饿。血糖高的人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，所以饿的速度很快，刚吃完饭不一会儿也会感觉到饿。第二个，饭后总想喝水，因为血糖过高容易导致身体缺少水分，所以吃完饭后总感觉口渴难耐，总是想喝水。那如果你没有出现这2种情况，或许血糖还算平稳哦。不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，要多加注意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糖值高于正常范围，那么就是高血糖了。血糖高对身体有很大危害。那怎么能知道血糖高不高呢？可以看看饭后的3个表现，若没有出现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。表现1，饭后口渴。血糖高的人体内渗透压会增高，这时身体缺水，就会感觉到口渴。若你饭后感觉非常口渴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表现2，饭后容易困。如果你吃完饭后感觉很困，并且全身没劲儿，不想动，这也是血糖高的表现。表现3，饭后还容易饿。因为血糖过高会让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，
这样呢就会让饿的速度很快。所以呢，如果吃完饭你还感觉饿，也可能是血糖高了。那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芡实茶，能帮助调节血糖，健脾利湿，很适合调理身体哦。好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